在上一集里，我们揭开了耶稣在库姆兰公社度过的失踪18年，看到了那个沙漠公社里神奇的精英教育和超越时代的图书馆。今天这里我要讲一讲耶稣的那些神迹，耶稣起死回生，行走水面，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如果我告诉你，在库姆兰的秘密档案里，这些神迹其实并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魔法，而是一套严谨的、可学习的能量科学，你会怎么想？这就要讲到库姆兰公社最核心的机密——古代能量操控术。如果您对此内容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支持我持续创作。在库姆兰公社的导师苏迪看来，现代人眼中的神迹，在他们眼里只是对自然法则更高级的运用。苏迪解释说，任何能量的操作都必须顺应自然，而不是对抗自然。比如说，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并不是他让水消失了，而是通过意念的力量改变了水分子的频率，让水面在脚下变得像固体一样坚硬。这符合自然规律，只是普通人不知道怎么拨动那个频率调片而已。耶稣在库姆兰接受的训练，核心就在于将自己变成一个清晰的频道。他并不是神迹的创造者，而是宇宙能量的搬运工。要想操纵能量，首先要了解人体。库姆兰公社教导学生，人体不仅仅是肉和骨头，而是一套精密的能量系统。虽然现代灵性圈常说7大脉轮，但库姆兰的教导里包含了一些被隐藏的隐藏能量点，比如我们熟知的7大常规点：顶轮、眉心轮、喉轮、心轮、太阳神经丛轮、脐轮和海底轮。耶稣还学习了胸部两侧的额外能量点，以及膝盖上的能量点。苏迪特别提到，在后脑勺与脊椎连接的底部有一个极其危险的能量点，除非像是奥秘大师梅查拉瓦那样的顶级高手，否则普通人刺激这个点会造成精神崩溃。梅查拉瓦是谁呢？他是库姆兰公社，也就是埃塞尼派中一位非常重要且神秘的奥秘大师。他是能量掌控的核心人物啊，拥有一个极其罕见的生理能量特质。他是苏迪唯一知道的后脑勺底部这个脊椎连接处能量点被开启并激活的人。这个能量点产生的力量过于强大，普通人若受到刺激，可能会导致精神崩溃。此外，米查拉瓦是公社中唯一能够接近并操作图书馆内那颗具有放射性的巨大4棱锥形晶体的人。他能将精英学生们聚集的意志能量通过自己引导并转移到晶体中，通过晶体放大后，根据需要进行定向发射或使用。同时，他拥有亚特兰蒂斯时期古老的知识，正在等待一个强大生命的诞生，并将其传承下去。耶稣从小学习的冥想，其实就是一种呼吸与专注力的平衡术。通过控制呼吸，他能将宇宙能量从头顶吸入，流经全身，最后通过双脚排入大地，完成一次能量洗礼。那大家肯定还有其他问题啊，比如说为什么耶稣摸一下病人，病就好了？苏迪说，这是一套能量调频法。当耶稣治疗盲人或者痞子时，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动作，平衡对方的能量场。他会进入深度冥想，观察病人的以太体或者光环。我之前在展览上也去体验了一下印度的这套能量调理法。就是你坐在椅子上，然后闭上眼睛，后面有个人在你的顶轮用手慢慢的在那里转圈，然后呢顺着脊椎往下排东西的手势，不停的做这种手势，大概5分钟左右啊。你睁开眼睛，治疗者会问你有什么感觉。当时呢，我睁开眼睛觉得确实轻松了一点。但是作为唯物主义的逻辑脑告诉我啊，也有可能我自己静静坐在那5分钟也是同样的效果呢。不过在我接触玄学之后，就慢慢改变了这些看法。
现在我在排除负面情绪的时候，尤其是他人的负面情绪，我会用拔出顶轮能量的这个手势，加上打坐冥想来清除，通常10分钟左右就见效。不然他人的负面情绪会来回萦绕在你的思绪里，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会受到影响。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这个方法。回归正题，苏迪描述当能量转移发生时，旁观者甚至能看到耶稣的手部发出微光，病人的光环会突然变亮。耶稣曾说，治好病人的不是他，而是病人的信心。在能量科学里，这意味着病人必须在心理上保持开放状态，否则耶稣传输的能量就会像撞在墙上一样被弹回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诚则灵，你相信一个人，这个人才会给你带来更正向的能量。所以为什么相信的人越相信，不相信的人永远不相信？非常的玄学。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知道，信念这个体系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借用道具仪式或者他人激发你自己的潜力，调整你自己的频率。还有就是耶稣让他人死而复生的神迹苏迪给出了一个非常科学的解释。那些人其实是意外死亡，他们的灵魂债务，也就是业力还没有还清，肉体功能只是暂时停摆。耶稣利用强大的意念能量，像除颤仪一样重新启动了他们生命系统，把灵魂呼唤了回来。如果你觉得耶稣只靠肉身操作能量，那你就小看库姆兰公社的家底了。在图书馆的深处隐藏着一个极其科幻的装置，一个巨大的4棱锥形晶体就是金字塔形的这种晶体。我脑补了一下，是不是和我家这个道家的法器是非常类似的我这款是道家道场用的一个法器，也是金字塔形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讲讲这个法器对我的效果。这个晶体被安置在一个半人高的石墙后面，周围挂着链子，普通学生严禁靠近，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放射性，触摸它会被灼伤。苏迪说，这是一个能量倍增器。当奥秘大师梅查拉瓦和他的精英学生围成一圈，将意志力聚集到这个晶体上时，这个晶体能将输入的能量放大无数倍，并定向发射到需要的地方。这可能就是库姆兰公社在没有任何常规武器的情况下，却能让希律王和罗马军队不敢轻易冒犯的原因。他们掌握着某种形式的频率防御武器。提到古代能量科学绝对绕不开那个神秘的盒子约柜 The Ark， 类似于方舟的意思。在库姆兰的记载中，约柜绝不是装石板的普通箱子，它是一个通往上帝宇宙核心的能量频道。苏迪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细节，约柜的外壳是摩西制造的，但它内部的核心能量源是由神秘的卡鲁人卡鲁提供的。这些卡鲁人是失落文明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他掌握着操纵宇宙原始能量的技术。约柜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的能量频率极高，心智不纯或者没有经过特训的人靠近它，心脏会瞬间停止跳动，大脑也会被烧毁。耶稣在库姆兰学习时，正是学习如何在这种高频能量中保持稳定。耶稣还掌握了一项让现代科学家着迷的技术——思想通信，也就是我们说的心灵感应。苏迪说，在远古时代，人类不需要说话，通过思想就能进行点对点的传输，就像咱们现在的 WiFi 一样。但在巴别塔灾难后，人类由于傲慢和滥用力量，这种能力被封印了。巴别塔灾难是什么？在灾难发生之前，人类不需要通过言语交流，他们拥有1对1的思维沟通能力，这种能力甚至可以跨越很长的距离，就像对方就在身边一样。如果我们还有这种能力的话，也用不到手机什么的。其实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应力，包括我自己，但是这只是发生在非常亲密的关系中，例如父母、夫妻、子女，或者是非常好的朋友之间。而且一般感应到的是不太好的事情，也有对方念力特别强大的时候能够直接感应到的。这一能力的丧失源于人类的傲慢和贪婪。
人类当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伟大的事，我们就能变得和上帝一样伟大，甚至找到变得更强大、拥有更多力量的方法。由于人类试图违背自然法则，这种能力被收回了，因此人类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尝试过用嘴巴发出声音来交流。为了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沟通断绝，人类不得不开始学习使用语言和单词进行交流，这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沟通的破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语言混乱和巴别塔事故的真正起源。苏迪提到，这件事情伴随着巨大的自然灾变，仿佛大地爆炸了，要把人类从地表喷射出去。库姆兰公社的教导认为，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是碎裂的真相。耶稣在公社学习期间，也了解到了这些关于人类被封印的潜能，以及因傲慢而导致退化的古老历史。耶稣在公社里重新唤醒了这项本能，他能感知到远方病人的求救，能预见即将发生的危险，甚至能在不同维度穿梭。苏迪甚至暗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通过深度的冥想技巧，有意识地将意识抽离了肉体，以一种能量体的形式站在了他母亲玛利亚的身旁。讲到这里，我想起来我看过的一本书，看这本书的时候是泪流满面，觉得人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书中的人物阿纳斯塔夏和耶稣有着同样的能力，并且我也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本来都应该和耶稣一样拥有这些能力，只是因为心智不足，无法合理运用这些超能力。讲到这儿，你肯定会问我为什么相信这些？我的回答是，我没有通过逻辑脑来分析，就只是简单的、天然的、直觉性的这么认为，这么相信。当你看一本书莫名的激动流泪时，我选择相信自己的身体的反应。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啊，既然这种能量操纵术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了？苏迪这么回答我们的：因为现代人太头盲了，英文叫 head blind。我们从13岁左右开始，就为了适应所谓的社会规则，主动关闭了对高频能量的感知。我们把时间浪费在争斗和占有上，却忘记了人本就是宇宙能量的一部分。耶稣在库姆兰学到的一切，其实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我所做的，你们也能做，甚至能做得更伟大。这不是一句心灵鸡汤，而是一句基于能量科学的预言。库姆兰公社的这些秘密曾被埋在死海边的陶罐里2000年。今天，当这些知识重新回到阳光下，我们是否准备好重新认识自己体内的那股力量？下期我们将聊聊库姆兰公社里那些反直觉的社会实验。为什么在这2000年前的组织里，女性的地位比现在的许多地方还要高？他们的共产主义生活又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想探索更多被抹去的史实，请在评论区留下“能量”2字。我是 Jenny， 我们下期再见。